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培育酪梨的。首先必须将酪梨的外皮，它这个有一层外皮，必须将它去掉。你看，事实上还是蛮容易去掉它的外皮的，但是它有分头跟尾。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，必须小心的去分辨它的尾巴，就是尖端要向上，然后它的头部比较大一点是向下放。掌根这个是底部就比较大，这个是尖尖的，这个是向上发芽，然后拿来牙签。牙签的作用最主要是这样子，让它就是在水杯当中，这个朝上，这边是下面，只要可以固定在水杯上就可以了。大概泡个1个多月吧，看温度，它就会发芽，大概就是泡到这样子，然后像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摆在一个水杯、一个容器里面，然后放1个多月，它这边就会发芽。因为我之前没有拍这个步骤，所以今天重新再做一个给大家看。这瓶子上就可以贴上今天的日期。像在加拿大这边天气比较冷，所以通常我就是会摆在屋内，因为室温大概是20几度，这样比较容易发芽。那假如在台湾的话，因为天气好，所以摆在室外就可以了。而且在加拿大这边，假如放在室外，还会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动物，譬如说龙猫呢，还有一个松鼠都会打破坏。你看，这是我去年7月13号培育1个多月之后，8月份拿出来晒太阳，它就已经发芽了，而且长了根须很长。这是我去年7月份培育的酪梨，但是由于发芽之后长出叶子已经是冬天了，所以我只好就将它放在屋子里，用水培育。风太大，一拿出来就倒下去了。我今天准备把它种到地里面去。现在加拿大多伦多这边的气温几乎都在0度以上，白天有到达10几度，所以我想现在给它种在外面应该是 OK 的。等到冬天的时候，它的根须已经很发达了，这样就不会死掉了。希望2-3年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酪梨结了果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牙签就不拿掉了，就直接跟它埋到土里面，以防松鼠来挖的时候又给我挖去吃掉了。你看这根须还蛮长的，应该可以活下来吧。后院不大，所以要找块地来种酪梨还真是不容易耶。因为土地还没有太松，不容易挖，所以这一棵我没有种很深。后来又被松鼠还是裸控给我挖去吃掉了。大家看，我这里种了2棵。另外一边，这边也种了1棵，今天总共种了3棵。这是我前几天种的，如果他把我那个籽挖掉，拿去吃了，不见了，这个尸体就留在这。
还好好的，结果前几天又下雨，我不知道这一棵能不能活，叶子已经有一点黄掉，是不是我太早种出来了？我那一天是种3颗，不晓得就看看吧。像我现在就会多种一些多年生的花，这个就是它都是可以隔年再发出来的，这个也是菊花，大的很漂亮的菊。还有这个水仙，这个都是每年会再发芽出来的。像这个草莓是因为冬天的时候，我是给它用盖住的，就是用塑胶桶给它盖起来，所以它就没死掉。这也是一种保护，然后隔年它就可以再长出来了。这也都是就是可以过冬的花草。这景它也是发芽出来，都是多年生。看我种的薄荷又发出芽了，它也是多年生的，也不知道什么花，它也是发出来。这是另外一种薄荷，紫色的薄荷。名的花，还有这个紫色的薄荷，那也是多年生，那也是多年生。种植多年生的植物有个好处，就是它每年会自己发芽长出来，就不用再去买花来种了。这是我之前去尼亚加拉瀑布买的水仙，种下来之后每年都会长出来，漂亮吧？也是深色景。看这一个绣球花，我是从前院一直到后院的，它也是可以过冬的。大家看到现在的花草，这都是可以过冬的植物。像现在大家看到我前院的这一些开出来的花，事实上都是我去年或者之前几年种的花花草草。那它自然在开春的时候又会开出了很多花，这样我就不用，就是其实也是蛮容易照顾的。像这一棵连翘，未来就会长得很大。这是我去年种的，你看。郁金香的花苞都出来了，这个也都开出花苞了，这边的也都长出来了。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在加拿大多伦多这边，算是有100多个民族，所以时常会有一些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个游行。像今天就是带大家看看希腊独立日的一个游行。
Toronto.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.am1690.ca.